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。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轻松、自然又有效地学习外语。今天，我想和你聊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，那就是学习外语时，应该学单词还是学完整的句子？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会深深影响你学习语言的方式，也影响你如何理解和使用这门语言。那么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学单词。大多数刚开始学外语的人都是从背单词开始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先学词汇这种建议变得很普遍，也很熟悉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准备一本小笔记本，把外语单词和中文意思一一列出来。这种学习方法让你感觉自己记住了很多知识。优点是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学习，也会觉得自己在进步。比如 Hello 是你好， Apple 是苹果。这种学习方式好像很简单，也很快。确实，在开始阶段，它是有效的。但问题是，你知道很多单词，却不会把它们连成句子。你知道这些词的意思，却不知道怎么用这些词。你可能知道 Apple 是苹果， book 是书，但当你想说一句简单的话，比如我想买一本书，你却不知道怎么说。你能理解每个词，但听不懂整段话的意思。而在真实对话中，你也没办法快速反应，因为你不习惯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这些词。请记住，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用来死记硬背的。学习外语的目标不是记住越多词越好，而是能听懂，能表达。语言是想法的流动，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。而要沟通，你需要用句子，而不是一个个单词。比如说，你可能认识 love, you, 爱这几个词，但如果你不会说 I love you， 那你根本无法表达你的情感。那么，正确的学习方法是什么？那就是学习整句，像孩子一样学习。当一个小孩子学说话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学，而是通过听和模仿整句话来学会的。母语者也是这样，他们是通过句子学语言的，不是一个个单词。一个孩子不会先学 milk 是牛奶，而是直接学 I want milk， 因为他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这样说。另一个例子，与其只学 hungry 是饿了，不如直接学整句 I'm hungry， 我饿了。这样你可以同时学到 I'm 的用法、句子的情绪，还有语调。所以不要只学单词，要学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句型。比如 Can I have， 我可以要什么什么吗？ I'd like to， 我想要什么什么。Could you help me， 你可以帮我什么什么吗？学一些实用的句子，能在日常交流中用到的句子，然后你可以通过替换句子后面的部分来扩展你的表达。比如 Can I have a coffee？ 我可以来一杯咖啡吗？ Can I have your name？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？ Can I have a break？ 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通过这种方式，你不仅能学到新单词，还能训练反应能力，说话也会更自然。当你学句子的时候，不只是被动的学语法，你还可以学到语调、语境和句子的情感。学句子可以帮助你更快反应，说得更自然，也能培养你用外语思考的能力。当然，词汇是很重要的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句子中学词，在语境中使用词，这才是高效、长期有效的学习方法。
不管你是在学中文、英文还是其他语言，都应该多听句子，反复听，反复说，录音，模仿语调。不要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学，而是像生活在语言里那样去学。所以，总结一下，到底是学单词还是学句子？答案是通过句子学习词汇，不要学没有语境的单词，要在真实的语境中学习，要多听、多说，重复练习，就像你真的在使用这门语言一样。语言不仅仅是词汇，它更是一种感觉，一种表达方式。只有在句子、在情境中学习，你才能真正掌握语言。语言不是一套规则，它是生活本身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播客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希望你一直保持对语言学习的热情。只要你坚持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